研究显示啊，乱吃胃药罹患胃癌的几率是增加了大约2.2倍，好多啊！全球每年有超过100万人罹患胃癌，男性呢是女性的2倍。胡乃文开讲了，我是你的老朋友胡医师。胃痛怎么办？一直吃胃药好吗？这一集我要跟大家说，有什么茶饮以及食物，按哪个穴道可以帮助护胃。台湾人啊，每年吃掉3亿颗胃药，3亿耶，好多啊！不少人认为吃药会伤胃，都会要求医生啊加开个胃药。你看，开个抗生素加个胃药，开个什么东西加个胃药，小心长期服用胃药反而伤胃。胃药治标不治本，可以救急，缓解急性的症状，但是不适合长期吃。许多出现胃食道逆流的人，就自己到药房去买个药，当吃下去啊，因为这很多的药都不需要医生处方的，对不对？小心这样吃，长期使用会影响人体对于钙的吸收，增加了骨质疏松和骨折的风险哦。胃酸它有它一定的功能，对不对？胃酸对人体的功能是创造一个酸的环境，让胃里头的蛋白酶啊可以消化刚刚吃进去的蛋白质。蛋白质包括了肉啊、牛奶啊、鸡蛋啊等等这些东西。如果胃酸分泌不足，或是长期使用这个制酸剂，结果呢胃酸就是不够用了，那么蛋白质的消化就在这个胃里头的蛋白质消化就被抑制住了，长期这样子使用的话呢，就会造成营养不良，你知道吗？在以前的老医师就是过去大概几十年前的老医生啊，他们的经验法则就是说，胃酸过多会造成12指肠溃疡，胃酸过少呢，反而造成了胃溃疡。胃酸过多造成的12指肠溃疡，那么就会有这样子的现象。饿痛饱胀，那胃酸不足造成了胃溃疡的话呢，多半都会饿的时候痛，饱的时候也痛。所以呢，不要随便乱服成药，最好还是找医生给你诊断、开处方才好。喝山楂茶可以增加胃液的分泌，帮助消化脂肪跟蛋白质以及一些难以消化的物质，能够改善消化不良、胃胀气，同时也可以帮助减少脂肪的堆积，有助于控制体重跟保持健康。要煮的话呢，山楂茶有时间可以用煮的，忙碌的上班族的话呢，就只好用冲泡的，效果也差不了太多。煮的方法可以山楂加入适量的水来煮开，然后呢转小火煮到20-30分钟之后，山楂的味道跟颜色都释放出来了，有点像很浓的琥珀色或者很浓的茶的颜色了啊。如果你想用冲泡的方法，大概用沸水就是用开水冲泡3到5分钟之后，就已经可以喝了啦。3鲜茶饮。什么叫3鲜呢？你知道3鲜就是山楂、神曲、麦芽，这个叫3鲜。3鲜呢，假如把它给炒一炒，就叫做焦3鲜。那山楂、神曲、麦芽这几个东西呢，是中医药常常使用的消化药物哦。它帮助消化的例如山楂可以帮助除肉食积，神曲跟麦芽呢可以治谷食积，就是说我们吃了谷类的食物要把它给消化的话都可以而且在家里面就可以自己做当然你也可以请药房把这个3鲜呢就给你稍微炒过一下，然后带回来，好，你各拿个2钱，然后呢用热开水冲5分钟之后就可以喝了。好不好喝？我想大概你自己试试看，是不是要加点糖呢，或者加一点点甘草之类也都行。这一道茶什么时候喝最好呢？就是粽子吃太多、胃肠不舒服的时候最适合。其实什么时候都可以吃了。我刚刚只是讲粽子，为什么粽子是很难消化的所有的糯米食物都不好消化。糯米类的食物包括了麻糬啦，包括了什么其他的任何的糯米类的这个年糕啦之类都是一样。粽子呢，它是用竹叶包着米做出来的，对不对？又清香又好吃，一颗接一颗，那你就惨了它因为软 Q 香甜，因此呢，很多人会止不住多吃一个。
然后呢，这样子会没办法消化。假如说连续好几天胃肠都不舒服，出现灼热感，一直打嗝啦，这就是伤到胃了，难怪肠胃要跟你罢工。那么这样子的话呢，来一杯三鲜茶就是最好的了，不管是肉的啦，或者是五谷类的这种粽子啊，都可以。为什么五谷类包括了什么红豆沙的啦，或者是芝麻的，或者什么的都是一样啊？这样子的话，能够帮助肠胃消化，肠胃就不会给你罢工了。所以在端午节前后，记得帮家人准备一个三鲜茶饮。糯米的食物都可以吃，但是要适量吃，像是饭团、年糕等等，吃的时候都稍微的注意一下量，不要吃太过多，以免肠胃不舒服。胃疼可以按压足三里穴，足三里穴真的是非常好用的一个穴啊，它压一压呢，胃痛就解决了，不好消化的也解决了。假如说你现在过食没吃，觉得太饿了，结果胃也疼了，也可以按压一下足三里。高丽菜呢，它里头含有抗氧的一个植物化学素啊，它是含有硫化合物啦，可以帮助消炎，甚至于可以治疗慢性胃炎。山药这东西真好啊，它是很多人很喜欢拿它煮个排骨汤吃啊。山药中正和平，而且它有粘液，可以保护胃的黏膜啊。我们西药常常用的就是那个铝制剂来这个保护黏膜，那这个山药呢，直接就可以保护黏膜了。苦茶油里头含有苦茶多酚，能够帮助消炎、消胃炎、消十二指肠炎。那黑木耳软软嫩嫩的，胃肠发炎啊，它的软的这种膳食纤维啊，可以保护这个胃壁。再来，姜是脾胃的圣药，是肠胃受凉的时候用生姜榨汁温温的喝，能够散风寒、护肠胃。是不是我以前在这个节目里头也提到过？甘草、生姜、大枣三个东西是治胃的最好的药，所以你看，所有的医生开那个药方的时候，常常都会甘草、生姜、大枣一起开，是不是这样子？谷物煮成粥，营养又好消化。平常在调养上呢，《本草纲目》里头提到，多种谷物做粥可以健脾和胃、护胃，像是粟米粥、大米粥、薏仁粥等等各种粥啊，这些谷物本身就能够健脾胃，煮粥以后呢更容易消化，是最适合的补脾健胃的方法。修复胃黏膜有3种粉，有够赞！这3种粉是什么？白芨粉、三七粉、莲藕粉。假如把它合在一起的话，也可以合在一起，就白芨、三七跟莲藕粉啊，各大概适量吧。你说各1000又太多了啊，就是各适量。然后呢，缓解胃溃疡症状，能够加速溃疡面的很快的愈合。为什么呢？白芨呢有收敛止血、消肿生肌的作用。记得啊，在以前读《本草》的时候啊。看到《本草》书里头记载了一个故事，说有一个人啊，他是个囚犯，那么他常常犯事，常常被抓。以前的人啊，要问审案子的时候是怎么做呢？是拿起棒子来就打，你不承认是吧？就打，打的他人被打了以后，最容易发生的就是肺被打出伤来。肺打出伤来了，那就很难治啊。可是这个囚犯呢，他说我的肺从来没有被弄坏过。哎，怎么讲呢？结果他在最后要临死刑的时候啊，他就把这个秘方就传给了狱卒。他说啊，我是每一次被打之后，一定用白芨粉，然后搅米汤一起喝，这样子的话呢，那个白芨就可以修补了我的肺里头的伤。所以等到他被行刑死刑之后呢，那人家解剖了他的肺，一看，果然那个肺里头一个一个的空洞都被白色的粉末，那就是药粉，也就是白芨粉，把它给这个填补了。因此白芨粉它可以治伤是很不错的，它可以补胃也是很不错的，因为它就是黏黏糊糊的东西，可以补这个胃。我呢，曾经在一个研究室里的工作的时候，我们有一位同仁啊，他就问我，哎，我这个小孩子割伤了怎么办？我这脚上面割伤了怎么办？我说去买一点白芨来试试看。结果拿白芨一涂了以后就很好，所以他们家里面呢，到后来就拿白芨作为他们家的常用药。
看看你是不是有得胃癌的这种高危族群。你会不会常出现贫血的现象啊？大便是黄黄的，然后呢有点深黄色、深咖啡色，胃口慢慢的变差，或吃东西很快就饱了，吃一点点就胀胀的、满满的，或者吃太多就想呕吐等等啊，体重直线下滑，这个情况也要小心哦。胃经常感觉到哎呦灼灼热热的，常常发生那个什么胃酸逆流啦、胃溃疡啦、慢性胃炎啦等等这样的情形，也可能是胃已经在发生状况了，在发出讯号了，来跟你求救了哦。还有喜欢抽烟喝酒的人，也是胃癌高风险族群。还有呢，就是家族中啊有亲人曾经罹患过胃癌，那你也要提高警觉。这几种情况呢，稍微检视一下，胃肠有状况了，赶紧找医生咨询询问，早点发现，可以把风险降到最低。现在大家都会照胃镜，但胃镜啊，据我所知呢，是非常难以清洗干净的。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它是非常高科技的光学仪器。这样子的光学仪器啊，你要把它灭菌，或者是所谓的灭里头的病毒，要怎么灭啊？我告诉你，灭菌灭病毒的方法是高温高压，你用其他的任何消毒的方法都不能够清洗得很干净。那这样的话就冒一个危险，因为怎么样呢？要高温高压去把这些高精密度的光学仪器，你要把它给完全的用这样的方式的话，那个胃镜早就坏了啦，哦，所以就比较难。我记得我自己以前在有一段时间，就是经常的情绪非常非常的紧张，因此呢，我的胃肠就一直不好。后来检查的时候，就已经把12指肠说是给弄坏了，所谓的12指肠炎，每天疼痛的不得了。当时就以为吃胃药就可以了，可是后来呢，了解到情绪的重要性，因此呢，把这个紧张的情绪改善了，就自然什么都好了。今天的内容就说到这里。我的 YouTube 每一支影片下方都有一个超级感谢，点下去。欢迎您捐款赞助我们，支持我们做出更好的内容。另外，欢迎大家加入我的脸书、IG 跟干净世界的频道。谢谢大家，拜拜。